大约在过年之前啊，我这里收到一个神秘包裹。这个包裹自从收到它之后，电话联系不上，查聊天记录也查不到是谁的。它寄过来的是什么呢？寄过来的是一张玉山的核心版，纸条也没写。于是呢，一直放到前几天，主人终于主动打电话联系我了啊，这才知道啊，这是一位同行兄弟寄过来的一块玉山核心版。它的问题呢是不对频，对不了频，它只有一块核心板，我这里呢也只有一台机残质监的玉山 Pro 的机器来给它检测啊。说来惭愧啊，本人家境贫寒，只有这点家底啊，测它对频就已经够了，图传那些都测不了。然后我也跟他说过这个问题，如果说你只寄核心板，并且我这边也没有别的配件可以测试，所以最终我到时候只能给你顶多修好就对个频。然后他说没关系啊，只要能修到对频，别的问题不用管了。兄弟们先点赞收藏关注哦，先把问题演示给大家看一下啊，上个电啊，就这样接就可以了，接个电条加一个电池插上去。好，开机音乐有了啊，击闭灯也亮了。照理来说，开机音乐有，击闭灯也亮，那已经完全工作了呀。我见过最多不对频的现象就是击闭灯都不亮的啊，也有开机音乐，但是击闭灯不亮，那种就是最常见的。它这种击闭灯亮了，我按一下啊，按下对频键，看一下什么反应啊。长按。没有反应呢？难道这个就是他所说的不对频？他好像感觉是没有对频动作啊。我手里面有一块能对频的板啊，展示给大家看一下啊。它对频的时候是个什么反应？电池插进去。好，等这个击闭灯亮啊，击闭灯亮了之后再长按。来。大家有听到吧？滴的一声响，而且会有跑马灯。滴的一声响，而且有跑马灯啊，这个才是对频了。所以刚刚他那块板确实是有问题。这个板子呢，据他描述啊，他的客户拿给他的时候呢是有泡过水的啊，这个板子有泡过水，泡水的地方已经被他清理干净了。其实呢，还是能看出一点蛛丝马迹啊。这个防水标应该是掉了还是干嘛啊？但是这里隐隐约约还能看到一点红色的啊，说明这个之前防水标是变红的。确实这个板子可能像他说的是泡过水的，还有这里了，这里也可以看得到。仔细观察过整块板，包括揭开屏蔽罩子去看过啊。进水的痕迹基本上啊已经被上家同行兄弟清理干净了，也并没有看到有明显的维修痕迹，那些芯片都没有被动过。他之前也修过这种玉山的核心板，但是呢没有一次能修好的，而且每次都把问题搞大了，所以呢他修出了心理阴影啊。这一回他就不太想弄了，直接寄给我看一下，我能不能给他解决这个问题。这个问题的切入点啊，它是不对频的问题。不对频的话，当然是要先看单板的开机电流啊，这是最基本的，这是一种维修思路啊。先看单板开机电流，看一下它这个电流有没有完全跑起来啊。好，先打开电流表啊。那这个单板的话，电压要调到12伏啊。好，差不多12.2也行啊，问题不大。这边给它焊一条开机线上去。这个玉山的单板开机点位在这个位置啊。好，我们来看一下它的开机电流啊。开。好，开始跑，800多、700多、800多、700多啊，有一个反复的跳变。没问题啊，能跑到1安多，1.1安，没问题的啊。这个是完整跑上去了啊。关机，完全正常啊，跟正常的板子一样，就说明了一点啊，核心板上面的 CPU， 包括相机 CPU 主智库、相机智库，包括一系列芯片都有正常运作啊，它才能跑出这样子电流。这个问题需要怎么去查呢？很多兄弟可能就没思路了，不知道怎么去查了。可以跟大家说一下，这个核心板对频的一个原理，它是要长按这个电池的开关键啊，长按之后它才对频。如果你是短按的话呢，短按2下它就关机了。那这个核心板它怎么去区分
啊，你到底是在对频还是在关机呢？这个问题的切入点就在这里。根据刚刚对频的现象啊，它跟其他机器对频跟其他机器不对频的现象它是不一样的。就好像我按下去之后，感觉它没跟这个主板没有联系上，好像按了跟没按一样，就好像你拿一块光电池在这里按一样的感觉。这个开关键呢跟这个核心板它没对接上，对接这块核心板的哪个位置呢？它肯定是电条板，开关键是在电池上面，那电池又连着电条板，电条板又连着核心板啊，所以它肯定就是跟电条板有关系。但是电条板呢100%是好的啊，这个是我自己的机器啊，刚刚也试过。那既然电条板是好的，核心板有问题，就先可以去查这个电条板接口的对地阻值啊，这个就是一个切入点，对地阻值全部量一遍，看有没有不正常的地方，达到2级关档。今天先教大家一个测量的方法啊，电条板接口的这个对地阻值啊，是直接戳这个电条板的这个接口的这个引脚，当然这样也可以啊，但是你戳的时候要小心，你不小心的话呢，碰到旁边的那个引脚呢，就测量不准啊，又或者是太大力会把这个接口给弄坏。那么今天告诉大家一个方法啊，它对应反面有这么多铜点啊，反面的这些每一个铜点其实对应的就是电条板接口的每一个引脚，我只需要去测这些铜点的对地阻值，就代表了测电条板的对地阻值。那我就按照这样来测，看一下都正不正常啊。300多，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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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0多，600多，800多，500多，500多，800多，全部正常啊，全部正常，说明问题并不在这个电条板以及这个电条板附近的这些电路，我们就要顺着这个电条板接着往下去查。相信这一步大部分搞维修的兄弟都知道需要这样去量。但是如果说测完了这些对地阻值都正常以后，那又怎么去查呢？好像这个思路就断了。整个板子的外观我也提前看过没有掉件，没有腐蚀、变形的地方都没有这些最基本的外观问题已经排除掉了。要怎么去查？你就需要懂它的原理。电池接口它必然是有1到2路来控制这个核心板的对频，也就是那个电池的开关键，必然是有1到2路，它会连到核心板上面去，连到核心板上面去之后，并且它还要去控制这个 CPU 来反馈这个电路来对频。根据这一特点，根据它这个原理，找到点位图去查一下，就一目了然了。接着我们打开点位图，玉山的点位图，然后找到这个核心板、电条板的座子，在这些座子当中，它必然有1到2路是通往 CPU 它不一定说是直接通往 CPU， 它可能中间会有一些小元件然后再到达 CPU， 可能是这样子分析一下这些电条板这个座子的这些连路像这些灰色的不用查了接地的我们就查这些黄色的引脚像这种这种就不用去看了，这个是一个主供电来的肯定不是这个像这种的话就有可能看一下它通往哪些地方，根据它通往的位置以及它通往的元器件来判断它通往反面的这个点刚开始的说的一样通往这个铜点的另外一端，它这些都是接的一些0欧电阻或者是电感所以是直通的，你直接查它另外一端通往哪里就可以了这一面好像没有通往的地方，反面呢？反面通往了这个电阻，这个电阻连接到一个6条腿的元件，我看一下它的通路，其中1路通往了 CPU， 这个点吸住，我刚开始说的，它一定有1到2路是通往 CPU 的，这个算是一个这个我们接着把这个线路往下跑其他地方直接查这个点吧，这里好查到2路了这里又有1路是通往这个6条腿的元件，这里这2个6条腿的元件，它这个分布情况来看，这2个6条腿的元件它应该是2个一样的元件并且呢
看它的连路啊，都是有通往 CPU 的，果然不出所料，都是通往 CPU 的，就不用再往下查了。像这种开关控制，它非常简单的啊，它不可能说很多路来控制的啊，顶多也就是2路连到 CPU。还有一些点位呢，它可能是直接通过一个电阻或者是电感就直达 CPU， 跟这个开关的这个电路就没有关系，因为这开关控制它必须有一个类似于开关控制管啊，来控制这个 CPU 的信号切换才可以。CPU 本身呢，它并不具备这个功能，通过一个电阻啊或者一个电感直达 CPU 的那些点位可以排除。找到这2个位置之后呢，点位图我们就看到这个位置就行了，然后我们就具体就查这一块啊，我觉得故障点就在这一块啊，就查这一块就行了。那我现在就是要死磕这块位置啊，死磕这块位置。首先把它周围的啊所有电阻的阻值啊都量一遍。这个是100欧啊，100多欧，没问题。至于这个阻值大小，是多少是对的啊，拿料板对比啊，100欧没问题啊。它这附近的电阻，这种小电阻基本上都是100欧的啊。这里有个阻值稍微大一点的啊，这个也是正常啊，14K 也是正常的啊。好像测这个阻值，它好像都是正常的呢。If you want to buy drones, action cameras, or repair parts, you can enter the website address zhangyao.com into your browser to enter the store. All kinds of pots, cameras, and drones are here. Enter the discount code zhangyao at checkout for a hidden bonus. 1 hour later， 我刚刚也花了一点时间啊，去查了一下这个6条腿的这个芯片啊，双路开关控制管，它有2路开关控制啊。就负责与 CPU 电条板之间的通信，你按下开关键啊，到底是对频还是开关机，就是由这2个管来控制啊，大概是这样一个工作原理。它其中1角接地啊，另外5个角的话，它都是有供电的啊。我查了一下，它是3.2伏的电压，所以的话，我们现在再量一下它每个引脚的电压是不是都正常。我直接给它上到飞机上面去测吧。打到直流电压档，开机，动作稍微快一点了，因为没装散热器，所以测的时候稍微快一点。而且在带电测的时候呢，表笔啊要戳稳、戳准一点啊，不要碰到一起了，碰到一起它会短路的啊。好，开机了，赶紧花时间去测量一下电压啊，3.2伏，3.2，3.2。这边这个引脚啊，有一个引脚没有电压出来，左边这个管子啊，引脚没有电压出来，关机，已经在发烫了，赶紧关机啊！然后我们再次把板拆下来，测电压的时候发现这个左边双路开关控制管啊，该有一个3.2伏电压的地方没有3.2伏，话不多说啊，直接把这个管子换掉，上点焊油啊。这种玉山的板子啊，它板层比较厚，开装这种小元件的时候啊，一样的要采用高温快拆快装的这种方式啊。A few minutes later， 花了点时间啊，已经换好了。我们直接装机来测试啊，看一下问题解决没有啊，看一下能不能对频。好，开机了 ，DB 灯也亮了啊，按下去，能不能对频？好像可以了，再来一次啊！刚刚好像对了一下又 OK， 轻松秒杀，已经对上频了。这些报错呢肯定是正常的啊，轻松秒杀啊。其实呢，它这个问题，如果你不根据它的这个原理去修，而是看着点位图啊，一下一下的往上去查啊，其实也查不出个所以然。你必须要结合原理，再加上点位图，才可以修好这个问题。要不然的话，很多人可能误以为啊，它是 CPU 啊，或者是智库的问题啊，其实并不是。视频制作不易，希望大家一键3连，感谢。